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AILA 框架。这篇论文来自印度理工学院、奥尔堡大学和耶鲁大学。他提出一个多智能体框架，让大语言模型驱动原子力显微镜。AILA 能将人类自然语言指令直接转化为物理设备的动作。论文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，是 AI 操控纳米级硬件的标志性成果。图像展示探针正在扫描石墨烯原子点阵结构，这打破了传统自动化脚本的死板限制。AILA 实现了数字大脑与物理世界的直接对话，它标志着科学实验自动化进入新阶段。传统自动驾驶实验室依赖僵化代码脚本，但在真实的纳米世界探索中，实验环境瞬息万变。科学家需要跨越参数调节、仪器校准与数据分析，同时做出实时直觉性判断。现有的自动化系统无法具备随机应变智慧，这成为科学发现流程中的限速步骤。理想系统应具备动态的专家直觉能力。突破这一冲突正是 AILA 框架的出发点。AILA 是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动态路由框架，它并不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或代码执行器，系统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研究指令，并自主制定实验策略与规划执行步骤，随后直接向物理实验设备下达具体动作。图示展示了从用户输入到执行的完整链路。大模型中枢连接物理执行与数据分析模块，这填补了数字大脑与物理机器间的鸿沟。AILA 采用专职专办的多智能体设计。AFM 操作员负责读取仪器手册并生成 Python 代码，数据分析员则处理图像进行特征提取与参数优化。两个智能体各自配备专用工具集。AFM 操作员拥有文档检索与代码执行器。数据分析员集成图像优化器与特征分析器。遇到能力盲区时，他们通过动态路由协议交接。这种分工让复杂实验任务实现模块化、高效协作。从人类自然语言到微观机械运动仅需5步流程。系统并非执行预设脚本，而是实时生成控制代码。它先解析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实验指令，然后检索保存在向量数据库中的 API 手册。接着现场编写可驱动物理硬件的 Python 脚本，随后将代码下发至原子力显微镜硬件执行，最后对采集图像进行分析，并完成特征提取。整个过程实现从语义理解到物理动作的闭环转化。研究团队专门开发了 AFM-BENCH 基准测试，该基准包含100项专家级精选任务。与纯理论问答不同，代码必须在硬件上运行。AI 生成的脚本必须在真实显微镜硬件上完美运行，它还需应对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物理变量干扰，这模拟了真实世界实验中的不可预知因素。该基准是首个面向物理执行的 AI 评测，它为衡量大模型实际操控能力提供了标尺。AFM-BENCH 任务设计完美复刻人类专家认知，层级 44% 的任务超越简单移动，属于高阶多步推理。这些任务要求复杂逻辑推理与跨工具数据调用，还有部分任务需操作与分析间多智能体协作。数据显示 44% 的任务为高阶多步类型， 69% 的任务需多工具协同才能完成，另有 17% 的任务依赖多智能体深度协作。这种结构揭示实验复杂性远超基础操作。研究团队筛选4个顶尖大语言模型用于实验，模型包括 GPT-4o 和 Claude 3.5，还有 Llama 3.3 和 GPT 3.5， 所有模型在相同温度为0运行，消除随机性。实验必须通过真实物理硬件执行考验能力。GPT-4o 被赋予全能霸主称号， Claude 3.5 被视为理论学霸， Llama 代表开源， GPT 3.5 为基线。在文档理解、数据分析与计算3项测试中， GPT-4o 全面领先。它的文档理解成功率接近 88%， 明显高于其他模型。雷达图显示 GPT-4o 在3个维度的覆盖面积最大，优势显著。相比之下， Llama 3.3 虽在单项上超越 GPT 3.5， 但跨领域能力不足。最令人意外的是，部分文本出色的模型在物理执行环节遭遇崩溃，这证明领域知识无法直接转化为操作物理仪器的能力。GPT-4o 的统治力源于其强大的跨领域整合与指令执行能力。这一结果为 AI 实验助手的选择提供了清晰性能标杆。该模型凭借上下文锚定实现极简推理路径，
每次任务平均仅需 2.5 次智能体调用，以及仅需6步推理即可精准完成任务。相比之下，其他模型陷入智能体混乱，它们平均需要约10步推理，步骤较长，这带来了高昂的令牌冗余与计算浪费。这种高效协作显著降低了实验延迟和计算成本，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冗余计算与资源开销。Claude 3.5 在材料科学理论测试中屡次刷新纪录，然而在 AFM Bench 真实物理实验中却暴露出致命缺陷。它的理论问答成绩极高，但物理执行几乎完全崩溃。这一反差揭示深刻洞察：理论不等于实操。强大的领域知识无法自然转化为仪器操控能力。该现象提醒我们，评估 AI 不能只看文本问答分数，真实的物理实验才是检验 AI 实验能力的试金石。这种纸上谈兵陷阱是自动化系统必须警惕的。直接将所有工具塞给一个超级大模型可行吗？实验证明不行。多智能体架构将任务模块化分解并独立推理，单智能体架构的成功率仅为 58%， 多智能体架构的成功率则达到 70%， 这带来了 12% 的显著提升。分工协作的专家团队远胜于一个全能农夫。复杂科学实验需要动态工具选择与分工，代码生成是 AI 实验助手的首要失败原因。4个模型的数据都指向这一结论。GPT-4o 的失败中有 21.7% 来自代码生成， GPT 3.5 与 Llama 3.3 的代码生成占比更高。Claude 3.5 同样在代码步骤上频繁出错。此外， AI 会出现梦游的安全隐患，系统可能无视安全指令并擅自偏离设定路线，这为物理自动化实验的安全敲响警钟。纳米级显微镜的探针非常脆弱，一次误操作就可能撞毁 AILA。 在 API 层面实施了严格的安全隔离策略，系统将操作明确划分为常规与关键2个等级。常规操作包括扫描和调参等，可以自动执行；关键操作如激光对准和出厂校准被硬性封锁，只有人类专家通过授权才能解锁这些底层功能。这种设计防止了 AI 因幻觉引发物理损坏，它确保了自动驾驶实验室的绝对安全底线。把 Cobb-Yoda 参数调节是显微镜操作中的核心环节，它高度依赖资深专家的经验与直觉判断。AILA 利用遗传算法实现参数的自动进化寻优，整个过程在毫秒级内完全自主完成。调参前的图像极其模糊且带有严重尾影，调参后图像边缘锐利且清晰度大幅提升，结构相似性 SSIM 值达到了 0.818 的高分。该定量指标证实了 AI 优化效果的优异性。任务指令仅要求分析最大特征并计算层数。AILA 自主找出最大石墨烯片层并局部放大，它绘制横截面高度轮廓，测得高度为161纳米，结合单层石墨烯厚度 0.34 纳米的鲜艳常数， AILA 精确推断出约473层石墨烯。这一过程无需任何人类干预，它展示了从扫描到推理的完整高阶逻辑链。该能力让 AI 真正理解微观世界的物理结构。研究团队只用一句简单的指令来测试 AILA， 这个指令要求测量不同载荷下的摩擦力变化。AILA 自动将电压从 0.2 伏步进到 1.2 伏，它依次扫描图像并提取了每个电压的摩擦力均值，最终自动生成了一张对比折线图展示趋势。手动数据与 AI 数据在图上表现出高度吻合，整个多步实验流程实现了完全无人值守。这证明 AI 能独立完成从脚本到图表的闭环。AILA 展现出类似侦探的空间推理能力，它分析玻璃压痕的横截面轮廓，对称金字塔形状与尖锐顶端是关键线索。系统据此排除了圆锥形压头的可能性，最终准确判定肇事工具是维氏压头。这一过程完全依赖原子力显微镜的3维形貌数据，推理不依赖任何预先标注的训练样本。该能力拓展了 AI 在材料逆向分析中的应用边界。AILA 的稳定性源于极严谨的工程封装，模型温度被强制设为0，用于消除输出幻觉。向量数据库采用3072维嵌入，精确匹配 API 手册内容。视觉处理整合了 NSF Open 库与 Altsu 分割算法，这些设计确保了硬件驱动的高度可复现。
温度与向量维度共同限制了随机性，图像分割提升了特征提取的精度，整套参数为自主实验奠定了可靠基础。GPT-4o 虽性能强悍，但对指令格式敏感，指令从简到细，物理执行结果剧烈震荡。提示词脆弱性暴露了系统隐性缺陷，图示中单点改变可能导致成功或崩溃，同一任务的不同表述引发相反物理结果。语义微调在自动化实验中具有决定性影响，完全放权前必须建立标准化提示词协议，否则细微措辞差异可能让设备陷入危险。AILA 的成功揭示了真正自动驾驶实验室的3大支柱：第一是大模型驱动的语义推理能力，第二是多智能体间的动态协同分工，第三是物理 API 层的硬性安全隔离。这3者缺一不可。科学探索的瓶颈正从执行转向监督，人类不再需要亲手操作仪器，而是专注于提出假设并监控 AI 执行，重新定义科研中人与 AI 的分工边界。该框架推动科研范式从手动操作转向 AI 副驾驶，科学家从繁琐校准与重复取样中彻底解放，他们的角色升级为战略指挥中心的决策者。人类只需提出核心假设与研究方向， AI 自主完成参数调优与数据分析执行。实验室监控屏幕实时显示分子模型与关键数据，这验证了多智能体协同与安全隔离的可行性。未来需建立标准化提示词协议，降低脆弱性。该框架为自动驾驶实验室提供可复现模板，